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是10月的第一天，先祝大家新的1月平安健康、顺顺利利。好久没写关于 S 家的事了，不过今天一早看到具俊晔又悄悄挂上了热搜。其实昨天就有营销号在铺垫，估计是 S 家担心大家快要忘记他们，所以又拿好姐夫的头衔出来刷存在感。以前他们惯用的套路是靠孩子上热搜，比如小姨子女儿换个发色、小女儿的生活照，甚至徐老三和同学的合影都能成为话题。但这种操作被网友骂得很惨，现在他们换了方式，用姐夫来蹭热度，这样即便被骂，也不会直接骂到家人身上，可谓一举两得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9月19日，台媒爆料，台风来临之前，具俊晔又带着御用记者加好兄弟去金宝山打卡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位姐夫的扫墓日常已经成了台媒的固定栏目。当天穿搭无袖 T 恤加短裤加运动鞋，标配休闲风。仔细看，黑了瘦了，但肌肉还在线。纹身若隐若现，俨然是爱情的永久印记。这对夫妻当年表达爱的方式真是挺特别。到墓地后，他一通操作，摆花、摆合照、搬椅子，嘴里还叼着口罩，画风颇像在野外搭营地。工作人员都说了，草坪都被踩黄了，毕竟这里成了他的心灵打卡地。一切安顿好后，他和好朋友各自落座，一个拿平板涂涂画画，一个刷手机翘二郎腿。要不是背景是墓碑，你真以为他们在郊游。庄重不存在的，轻松氛围拉满。网友评论区更是热闹，有人一脸懵圈，有人则调侃说，具俊晔年纪大了，没地方可去，就把墓地当休闲公园，顺便带上好友和记者，把深情好老公的人设做满，一举两得。停留1个小时后，准备离开，记者穷追猛问，他全程冷脸不理，直到有人问到常梦见大 S 吗？才来了一句英文 Yes, of course。这波煽情刚好送给媒体一个交差用的片段。后续行程更是熟悉配方，毫无悬念，墓地打卡越南餐厅大快朵颐，朋友家小气。回大 S 生前豪宅不存在，他早搬走了，那套房子现在落得空置，成了摆设。最让网友咂舌的是，姐夫开的是一辆白色豪车，市价237万台币，约55.6万人民币。一边演绎苦情人设，一边豪车接送，看着比艺术家还艺术家，这操作也算是剧情反转里的高光名场面了。而网上最热的讨论点是，大 S 遗产已传出分配，小月儿、小玲玲还有具俊晔，3年婚姻直接变赢家，真躺赢剧本。还有传言说，只要他3个月内不离开台湾，就能继承，但得乖乖交税。根据台北地方法院9月公布的判决书，大 S 遗产分配终于落锤，总额约4.3亿新台币，有媒体喊到6.5亿，主要是估值口径不同。分配比例，照台湾民法，配偶与子女均分3份。具俊晔1/3，约1.4亿新台币，2个孩子共同2/3，由汪小菲代管至18岁。S 妈1分钱也分不到，父母不在第一顺位。债务问题，遗产不只是分钱，还得还钱。台北信义区豪宅背着约1.5亿房贷，月供近100万新台币，遗产税还可能高达2300万至6500万。从账面上看，这笔继承合规且清清楚楚。但在舆论场里，风暴还是来了，因为具俊晔当初可是拍着胸口说过不会继承遗产，那时候全网刷屏申请老公不为钱来，结果如今法院文件白纸黑字，该拿的1分不少，网友瞬间觉得被打脸。至于他承诺过的转增给 S 妈，目前一点动静没有，于是大家只好继续调侃，深情人设现实成了打工人设，打工交税，打工还贷，继承1.4亿的喜悦还不够抵消房贷和税务的忧伤。DJ 年收入600万新台币，对比每月100万房贷，完全是杯水车薪。另一边的 S 妈成了最心酸的角色，陪伴女儿20多年，甚至一直住在她买的房子里，却因为法律顺位问题连门槛都摸不到。她一句他是骗子，我是傻，虽然没指明，但网友都懂。反观汪小菲，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继承权，但因为2个孩子还小，他自然成了那2/3遗产的实际管理人。其实早在9月初，就有媒体提前爆出遗产分配的细节，大陆各大平台早就热议成一片。可奇怪的是，我翻遍了台湾本地媒体，却没看到类似的稿子。这就耐人寻味了，是谁把内部细节先一步放料给大陆媒体？这难道不是 S 家一贯的操作手法吗？自己拿不到好处，就先放出一点风声，把舆论的炮口对准继承到好处的人。结果就是具俊晔成了话题中心，3天2头被热搜套餐安排上，节奏一波接一波。你说他一个韩国 DJ 真有本事跟大陆的营销号日日对接？恐怕没这么大能耐吧。背后有人推手才是更合理的解释。至于遗产分配，8、9不离10就是3份账，配偶1份，孩子2份。真等结果官宣时，网友第一反应根本不是震惊，而是冷嘲热讽。具先生，这回您该开心了吧？3年的真爱没白演，
分分钟就兑现成了真金白银。反观早就远离是非漩涡的汪小菲，如今什么都干扰不了他，学会了沉淀，也懒得理那些恶意和造谣的营销号。不得不说，论宠妻，还得看咱汪小菲，动不动就拉着老婆出国游玩。这次小两口直接把目的地定在了欧洲。9月29日，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偶遇画面，地点是巴黎的杜乐丽花园。只见汪小菲和马小梅手牵着手，悠闲散步，满脸的轻松惬意。网友还特意标注了自己的 IP， 的确在法国，算是实锤欧洲行。不得不说，跟某些人3天2头往墓地跑，生怕媒体忘了自己相比，这边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。9月28日，马小梅在直播中透露自己要去巴黎参加时装周，旁边的汪小菲则全程宠溺回应，一定要让老婆漂漂亮亮。小两口互动满满，甜得很自然。马小梅一边挑礼服，一边开玩笑说自己体重已经到了46公斤，语气里带着小小的得意。没过多久，就有网友在巴黎街头偶遇到两人。视频里，马小梅走在前面，汪小菲则一路跟随，时不时地帮她拍照、递水，眼神里全是细致的关注。这样的她，还有谁一直黑她说她情绪不稳定呢？细心的网友还注意到，马小梅的身形似乎有了变化，小腹微微隆起。虽然当事人尚未正式回应，但肚子的变化几乎成了实锤。然而，比起这些八卦新闻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们生活中的点滴细节。比如在巴黎街头，当马小梅感到一丝寒意时，汪小菲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为她披上。那一刻没有丝毫做作，却流露出他细腻而温柔的本性，让人感受到真实而温暖的爱意。从曾经的风风雨雨到如今的携手并肩，汪小菲和马小梅能走到今天，真的不容易。外界总爱给他们贴上富豪夫妻的标签，但透过那些细碎而温暖的日常细节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普通人彼此守护、用心相待的真情。在法国，汪小菲本可以放松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，却依然不忘为自己的品牌拍下一组带着巴黎优雅气息的宣传大片，认真投入的模样让人忍不住觉得有趣又佩服。而这一次，小腹的细微变化更像是新生命悄然而至的信号，也让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待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见证着他们把生活一步步经营得更好，那份坚持与真诚本身就充满力量。或许前方依然会有挑战，但只要他们紧紧相伴，就一定能一一跨过。而对我们这些观众而言，看到他们的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治愈，让人相信只要努力、善良、真心以待，终会迎来温暖的人生。仔细对比就会发现，一边仍旧习惯用过世的人来维持热度，把悲伤当成话题来消费，而另一边被嘲讽、被攻击过无数次的人，却选择了沉下心，把生活一步步过得更踏实、更有温度。或许表演出来的人设能短暂吸引眼球，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，从来都不是浮夸的剧情，而是生活里最简单的陪伴和守护。时间会带走喧嚣，也会留下最真实的答案。幸福其实并不需要刻意营造，它就藏在举手投足的关心里，也藏在风雨之后依旧相互依靠的坚定里。所以啊，与其羡慕别人的故事，不如好好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，拥有那份被真心对待的温柔。也愿在新的10月，所有正在听这个故事的你，都能收获简单的快乐和最踏实的幸福。